咱们给花换盆的时候，原土球和这个新土差距过大，对植物有什么影响啊？这个两个土不融合，咱们应该怎么办啊？像这棵木槿啊，它中心土球是这个黄泥土，新土是咱们这个重沙沙火土，主要基质是泥炭。你要了解的是啥？就是这个新土和旧土，它俩基质相差过大，它俩是不能融合的。更要了解就是这棵植物啊，咱们换盆以后是为了这个新的根系长到这个新土里。咱们养花换土的最终目标就是让那个新根长出来，而不是过于焦虑这个土啊后期能不能融合呀？这个不融合怎么办呢？土不一样，对植物有什么伤害？那一定的是什么？一定是这两土前期和后期的浇水，它有一定的小小的一个区别。像这种比较粘性的土啊，咱们换盆的时候可以这个稍微梳理一下土球，把这个根系露出来一点点就行。目的是为了调整一下根系的生长方向，让这个新根接触到新土，让它往新土里边长。那当然，前期浇水的时候啊，咱们一定要尽量的往中心土球去浇。那么咱们只要动这个根系以后啊，这个新根它一定是短暂性丧失吸水吸肥能力的。那对植物它还要增长，它叶片还要增藤啊，它对水分有一定的要求。那么就是说，咱们新换盆以后啊，一定要往这个中心土球去浇。这个是换盆两种土质差别过大的一个前期养护一个浇水区别。咱们尽量以大湿度的形式让这个水分渗透到这个根系里边。那像这种新根咔咔的长出来以后，那这种根系它是在你家长出来的啊，只要你不去拔盆啊，你不去乱动盆啊，不动这个根的情况，那么这种根系吸水吸肥能力强。那这种情况浇水就相对简单一些啊，咱们均匀的把土浇透，那么就 OK 了。养花最真实的目的就是，不管你是换盆，你还是去这个换苗啊，都是为了这个新根能够在你家长出来。新根长出来以后，咱们浇水旱一点也行，涝一点也行，施肥植物能够快速的吸收，那植物就是越长越旺。新根长不出来，那么后期这个植物那就是垃圾桶一扔。抓住养花的重点就是这个植物的根系到底能不能长出来。你别忘了点赞关注啊！